我和沈明艳同时重生，明明恩爱一世，可这一次，他从金榜题名到位极人臣，我等了整整5年，都不曾等到他来我家提亲。我终于恍悟，原来他是想换一种人生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上辈子，我与沈明艳是公认的爱侣。晨起时，他为我画眉；归家时，他为我折一枝杏花；天寒时，他将我的脚捂在怀里。不惑之年，他官至2品，后院却只有我一人。天子御赐他娇妾美婢，皆被他拒绝。爱两不疑，10年如一日。所以这一世，当有旁人来求娶我时，任凭他富贵滔天，还是俊美无双，我都拒绝了。我要等沈明艳。我告诉父亲，我已有心上人，待明年今日，他高中后就会登门求娶我。父亲骂我昏了头，不喜欢豪门勋贵，喜欢一个出身寒门的落魄书生。我说他将来会鱼跃龙门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便是他沈明艳再有才能，能抵过世家100年基业。母亲临终前曾让父亲发誓待我好，不然下辈子不复相见。所以父亲气急，仍不忍强逼于我。就这般，我拒了所有提亲之人。春去秋来，月色不改。我等了1年又1年。第1年的时候，我忆起沈明艳与我说曾被一纨绔子弟欺辱。我想，我重生的意义是拯救年少的沈明艳。在沈明艳被人围殴时，我第一时间带人赶了过去。16岁的沈明艳眼中惊讶一闪而过，她对我道谢，恭敬有礼，多谢温姑娘。我察觉到了她语气中的疏远，我心中苦涩，但也明白这一世我们才初遇。我偷偷为她缴纳了私塾学费，又暗中资助她。我将银子放在她的窗台，见她收下我才安心。第2年的时候，沈明艳金榜题名，但未来提亲。她初入朝堂，许是遇到了什么事，我恳求父亲多多提携她。父亲不情不愿应了，助她站稳了脚跟。但她似是想避嫌，不曾与父亲往来。我几次想假装与她偶遇，但她行色匆匆，没有给我开口的机会。第3年的时候，沈明艳还是没有出现。我想，是不是我的重生引发了什么和前世不一样的事情？都是我的问题。我谨小慎微，不敢再随意出门。这1年，我压下心底的思念，最多只是远远地瞧一眼沈明艳。第4年的时候，还未等到沈明艳，父亲就告诉我，沈明艳接了南下1年的差事。她现在是圣上面前的大红人，屡次立下奇功，那些功劳前世分明不是她的。听着父亲的话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沈明艳也重生了。那她是何时重生的呢？我想起初见那年，我还不曾报上姓名，她就喊我温姑娘。原来她那时就重生了。杏花飘摇，落了枝头，我心中隐隐有了预感。果然，第5年的时候，沈明艳已南下归来，但她依旧没有来提亲。倒是传出了天子欲将公主嫁与他的传闻。外头雨打檐鞘，天地已然分不开。我看着落雨，心直直地坠了下去。我与沈明艳的前世之缘，仿佛只是我大梦一场。我等了她5年，等成了老姑娘。来求娶之人从络绎不绝，到如今寥寥无几。剩下几个，不是想娶我做填房的，就是家世与温家相差许多的。温家门庭从热闹变成清冷，我名声受损，父亲也遭受了许多流言蜚语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我终于恍然大悟，重来一次，沈明艳想换一种人生啊，而这种人生里没有我的位置，那便遂了他的愿。望着被雨打落的花枝，我唤来侍女，轻声道：“告诉父亲，我愿意嫁了。”说完这话，在侍女的惊呼声中，我两眼一黑，昏了过去。意识消散前，我想，我与沈明艳今生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，此去经年，再无瓜葛。数月后，再遇沈明艳，是在我出嫁前的一次宴席上。我站在角落里，瞧着她众星捧月一般走来。她比前世风光的更早，她穿了一件月白的锦绣长衫，身段颀长，朗目舒眉。
她的容颜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，气质却以深沉冷峻、矛盾与神秘感让许多女子红了脸。我的心也漏跳了一拍，我下意识朝她走了2步。沈明艳似有所感，抬眸朝我看来。下一刻，一个粉衣少女就扑到了她身旁，截断了她的目光。明艳哥哥，你今日用了我做的腰带。我瞬间清醒过来。天子的小公主心玉抓着沈明艳的袖子，暗搓搓地宣示着主权。素来冷面的沈明艳竟任由她挨着自己，没有半分不悦。雁过3巡，有侍女来找我道，心玉公主想要和我讨论画技。公主有令，我不得不去。我跟着侍女7拐8拐，走到了一处假山湖水旁。甫一站定，我便挨了一巴掌。我被2个侍女压跪在地时，尚未反应过来。心玉公主居高临下地睨着我道，温怀素，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敢肖想明艳哥哥。我辩解道，公主殿下误会了，我已定下婚约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心玉公主打断。你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恶心，在暗处偷窥明艳哥哥，还把荷包强塞给他。一个被剪得零碎的荷包被扔到我面前，上面绣着的杏花已然看不清模样。那是我当年用来装资助沈明艳银子的荷包，为何会到了心玉公主手里？心玉公主解答了我的疑问，她道，明艳哥哥说你痴恋于他，为了他是不嫁人，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。他心善，不好和你明说，便让本宫来处理。我如遭雷击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那残破荷包。我不明白，就算今生无缘，难不成上一世数十年的相濡以沫都是假的？沈明艳若早些和我说，我定然不会再去寻他。他何苦一边收下了我的银子，一边又要想方设法摆脱我？心玉公主欣赏着我苍白的表情，直到有侍女道，沈明艳来了。她眼波一转，似想到了什么绝妙的计划，对我道，本宫今日就让你彻底死心，省得你日后还要阴魂不散。我身后熟悉的脚步声渐近，心玉高声道，明艳哥哥，救我。说着，他跳入湖水中，并将我一把拉了下来。我顷刻被湖水淹没，脑中一片空白。湖水涌入胸腔，挤压着我的5脏6腑。母亲离开那年，我被妻主的奴婢推下河的记忆骤然浮现，刺骨寒意侵蚀着我的意志。绝望之际，我看到沈明艳跳了下来。她知晓我不会水，也知晓我怕水。我心里升起希望，却见她毫不犹豫朝着心玉公主游了过去。心玉公主假装被我推下河，又假模假样地扑腾着。她的侍女也在岸上看着热闹，没有表现出一点着急。这等拙劣的把戏，沈明艳活过2辈子的人，怎么可能相信？可她信了。她慌张的表情不似作伪。我突然忆起前世，我与沈明艳成亲的第3年，心玉公主当众表达了对沈明艳的爱慕。天子拗不过小女儿，试探着让沈明艳休妻再娶。当时的沈明艳一口回绝，甚至不惜辞官。天子只好作罢。沈明艳对心玉公主避之不及。我曾打趣问她，心玉公主貌美娇憨，她当真一点都不喜欢？沈明艳失笑道，我可供不起这样的小祖宗。次年，心玉公主被送去和亲，不出几年，香消玉殒。听闻她死状凄惨，死时身上都是被蹂躏的痕迹。后来有一年，沈明艳在梦中呓语，若是我娶了你，你就不必去和亲了，万般皆是我的错，是我负了你。醒来后，她不曾提过一句，我只当她是太过愧疚，做了噩梦。如今看来，似乎不只是这样。我的身躯在不断下沉，我看到沈明艳将心玉小心翼翼抱在怀中，带上了岸。从始至终，她都不曾看我一眼。我的手脚渐渐没了力气，求生的意志也渐渐消沉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快到看不清的黑影跳了下来。我醒来时，已经回到了温家。父亲黑着脸督促我喝药，我宽慰他消消气，反正心玉公主已经被罚了。父亲这么多年没有再娶，就是怕我再被家中人欺负。可不想一朝没看牢，就被心玉公主欺负了去。她直接跪在了大殿之上，为我求个公道。天子脸色铁青，但他再怎么宠爱小女儿，也不敢昏聩至此。心玉公主被罚了抄书，
还要上门与我赔礼道歉。只是我醒了好几日了，他还没来。以他那高傲的性子，想来是不会来了。我并不在意，倒是有一个意料之外的人递了拜帖来。我好奇沈明艳之前对我避之不及，为何现在又主动上门来了，遂让他进来了。沈明艳站在庭院里，与我遥遥相望，没有踏进我的卧房半步。钟灵毓秀之姿，与杏花交相辉映，端地是一幅春日好景。他客客气气道：“温姑娘，今日我来此，是想带公主给您道个歉。”她年岁尚小，性子骄纵了些，但绝无坏心。当日那些守在岸边的侍女都是会水的，断不会让你有何闪失。新玉公主刚满16，比我和沈明艳小了整整5岁。但这话没什么说服力。她还未说完，我已经咳嗽了起来。她瞧着我苍白的脸色，表情微微凝滞。她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公主让我去请了2位太医，今日就会来。沈明艳出身寒门，后来几近拜相封侯，虽有父亲扶持之功，但还是靠她自己的本事。她沉稳内敛，说出的话都经过深思熟虑，叫人挑不出一丝错处。若是反驳了她，便显得小肚鸡肠，胡搅蛮缠了。你瞧，她现在把这本事用在我身上了。我索性笑道：“无碍，幸而后来有人来救了我。只是我没来得及知晓他是何人，不知沈大人可否告知？那黑影救了我就走，只有在场的人知道他是谁。”不知为何，沈明艳面色一沉，在开口时语气冷了几分。我当日没有第一时间救温姑娘，也是为了温姑娘的清明着想。实不相瞒，我已与公主殿下定下婚约。原来不救我是为了避嫌啊！看来他是下定了决心，不给我一丝机会。我手指轻颤，意料之中的是，听他亲口说出，还是忍不住心脏轻轻抽动了一下，但也仅仅只有一下。温姑娘还是闺阁女子，那位侠义之士不愿留下姓名，想来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。他说的好像谁救了我，我就要赖上谁一样。他自个儿怕娶我，便觉得旁人也怕了。沈明艳似乎并没有发现我也重生了。往日我所做的那些，只是因为心慕于他。见我不语，沈明艳顿了顿，放缓了些语气，道：“温姑娘，祝你身体早日恢复，寻到一段好姻缘。”他目光悠长，语句之中颇有深意。我明白了，他是在与我说，今生不要再纠缠他了。我哑然失笑，道：“多谢沈大人的祝愿，实不相瞒，我已经找到了。”我话音落下，沈明艳一向从容的面庞突然有了一丝裂痕。沈明艳面色阴沉，语气森冷中带着警告：“温姑娘，我已有婚约在身，还请自重。”她似乎是误会了。我有些想笑，但忍住了。我点点头道：“你说过了。”沈明艳一噎，眉头狠狠拧了起来，道了句冥顽不灵。说罢，她甩袖离开，似乎怕沾染上什么脏东西。我养身子期间，父亲给定下婚约的人家送了信，告知了情况。大夫说我本来就体弱，这次又遭了大难，以后可能子嗣困难。父亲又白了几根头发，但我没太多伤感，因为前世我也是成亲近10年才得了一个女儿，而且她自小体弱多病，走在了我前面，这是我不愿意起的伤痛。想到此处，前世的记忆陡然清晰，一些被忽略的细节也跃然脑中。我的女儿沈长思，乳名念念，长思长忆，念念不忘。不知沈明艳取这个名字是念着谁？那一年，我牵着念念与沈明艳去寺庙祈福。庙里有一棵古树，枝头挂满了红布条，承载着无数人的祈愿。我上了香回来，正见沈明艳举着念念，将一条红绢布系上枝头。我随口问了句：“写了什么？”沈明艳不动声色地放下了念念，过来牵起我的手，道：“念念认识的字还是太少了，回去要多给她布置些功课。”然后他就3两句就岔开了话题。当时的我没有多想，以为写的无非是家人平安之类的。现在一起，那红绢布随风飘起，上头的字越来越清晰，是念念稚嫩的笔迹，赫然写着：“愿以我生，换他重来。”我猛然从床上跌落下来。我的念念先天不足，出生时大夫就断言他活不过10岁。他离世时尚未及笄，
我不信佛祖会真的瞎了眼，用我的念念换心玉公主。可我不知沈明艳竟能如此狠心，她罔顾人伦纲常，居然妄想用妻女换另外一个女子。前世，她离世之时握着我的手，说祈求上天能给她一个重来的机会，只为再次相聚。所以今生我才愿等她5年。此刻我彻底明白过来，她祈求重来，是她与心玉的重来，从来就不是与我的重来。不止今生，连我以为美满的前世都是谎言与虚伪。恰在此刻，侍女送来回信，那家人家并不在意我可能无法生育。侍女高兴地传话道：小姐，那家公子说他想娶的是你，你若喜欢孩子，他以后给你领养几个。怎么会有这么好的郎君？是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郎君？我脑子里不由浮现出了一挺拔的人影。很快，沈明艳和心玉公主的婚事就昭告了天下，大街小巷人人赞颂，郎才女貌，佳偶天成。据说那对所有女子都不假辞色的沈明艳，竟愿意带女子发簪，只为逗心玉公主一笑。心玉公主被罚抄的书送来了温家，我只消看一眼，就认出了这一张张皆是出自沈明艳之手。笔记能改，但下笔的习惯改不了。沈明艳当真是对他宠爱极了。前世念念寒冬时手生了冻疮，撒娇讨饶，不愿写字，也只会换来他的严肃教育。不过心玉公主刁蛮的名声在外，也偶尔被诟病。有人说她若不是公主，怎么可能配得上沈明艳？不想沈明艳直接站了出来，道：至子之心，赤诚可见，她在我心里是仙女下凡尘，世间难寻。见了她，我便觉往昔所见女子都失了颜色，不过是凡俗俗子。得仙女垂青，夫复何求？一番剖白，令人动容。心玉公主想尽人间荣华，无需为任何事操心，自然不染尘埃，像仙女一样。也正是这样的仙女前世早早殒命，才让沈明艳更加心疼。我偶然撞见沈明艳蹲下身，亲自为心玉公主揉脚踝。心玉公主撒娇着说走累了，沈明艳给她揉完脚踝，又将她背在背上，一步步走过闹市。板正好面子的沈明艳一点都不在意旁人打量的目光，倒是心玉公主羞红了脸。他们的恩爱之举，比我与沈明艳的前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几日后，到了1年1度太后娘娘举办的画作比试，比试之后会将画作义卖出去，义卖所得的钱财统统捐出作为赈灾慈善款项，这是许多才子打响自己名声的一个途径。我不善主母管家之事，又无子嗣，又不会理家。前世若非沈明艳娶了我，我可能要在哪个男子的后宅遭厌弃。我唯一擅长的就是作画，闺中时就小有名气。前世这次比试，我就借着一幅恶殍图荣登榜首。这幅恶殍图也被炒上了天价，最后被一黑衣覆面的神秘贵人以1万两白银的高价拿下。这是一件善事，我今生也是准备参加的。我刚到现场，便听到一声声赞叹。有人道，没想到堂堂公主能画出这样心怀百姓的画作，这比例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不，最重要的是这幅恶殍图展现的内容，画技是其次。是我之前误会了心玉公主，她与沈大人果然是天作之合，赞誉之声不绝于耳。我走到人群簇拥的地方，抬眼望去，一幅熟悉至极的画就挂在那里，与我前世近乎一模一样的画作，一样的构图，一样的笔法，唯一不同的是，这一次画作上的署名是心玉2字。那是我婚后某1年南下寻沈明艳，路过灾荒之地时所见所闻。沈明艳前世自然是见过我这幅画的，况且心玉公主从不曾关心民生，连京城的贫民居所都不曾踏足，怎么可能见过恶殍遍野的景象？这幅画是谁做的，不言而喻。我看向沈明艳，与她四目相对，我并无质问之意，倒是她警告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而高声道：本次比试主要还是为了慈善之举，画作出自何人之手并不重要。与其关注作画之人，更该关注这幅画本身。心玉公主也定是这般想的，她这话是想让我知难而退，吃下这哑巴亏。围观之人从夸赞画作，
又开始夸赞新玉公主的为人。新玉公主眼神躲闪了一瞬，但很快就迷失在了从未得到的夸赞声中。侍女一时情急，慌张道：“小姐，这幅画怎么和我们的一样？这该怎么办？”她没有压低音量，这话被旁人听了去。画作的簇拥者们安静了一瞬，很快就有人道：“新玉公主这幅画，早在3个月前我就在国子监见过了。她有一处不会画，特地让沈大人拿去国子监找人请教。抄袭画作，实乃无耻之人无耻之举。”沈明艳果然滴水不漏。侍女气急，直接将我的恶瞟图当众展开。我们小姐不是这样的人，但这一下却更加坐实了我的抄袭。我这幅画是今早刚赶完的，墨迹都没干。众人议论声和唾弃声越来越大，甚至有人直接指着我的鼻子骂寡廉鲜耻。往日熟悉的贵女们纷纷退避，不愿与我扯上关系。侍女涨红了脸，无力地为我辩解着。若不是活过一世之人，此刻的我面对这种场景早就羞愧难当，恨不得自尽当场。过了一会儿，沈明艳才故作大度道：“各位作画之人的仁爱之心都是一样的，为了争名逐利一时迷失，也情有可原，大家不必苛责。”众人显然不甘就此作罢，但沈明艳一副大公无私，不与我计较的样子。他们也不好说什么，只是又纷纷称赞起沈明艳和新玉公主来。我却突然笑了起来。沈大人，可我在你新玉公主的画上分明看到了我的名字啊！有人问道。温姑娘莫不是被拆穿了，恼羞成怒，胡言乱语起来？我没有理会她。恰逢太后娘娘的侍女们来拿我的参赛画作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吩咐侍女将我的恶瞟图收了起来。侍女这才反应过来，高高兴兴应了一声。她转头喊了声家丁。家丁小心翼翼捧着10卷画作走来。既然要做慈善，自然是多多益善。我重来一世，画技自然早就娴熟到了至真之境。等待沈明艳的5年里，我无事便作画。我画了上千幅，今日只带来了其中10幅。已成名的大家不会来抢风头，来参赛的都是些年轻学子，他们都是精挑细选了1到2幅拿了过来。有好事者说，温姑娘不会是准备用量取胜吧？太后的侍女也面露难色。温姑娘这么多怕是？我道，就让我的家丁随你一起把画作送去给太后娘娘，她不喜欢的，我便带回去。她思考片刻，便点了头。有人还在窃窃私语，却没发现沈明艳的表情有些复杂。众人等了很久，可左等右等都没等到太后娘娘退还我的画作。倒是比试开始了。评委席上的除了太后娘娘，还有几位德高望重的书画大家。太后娘娘看向我的目光颇为赞许，几位大家也对着我眼神慈爱。其中有2位还是我前世后来的师傅。第1名的画作被抬了上来，正是新玉公主署名的那幅恶瞟图。众望所归。一位评委道：“公主这幅画立意深远，虽笔法上还有些稚嫩，但我们讨论过后，一致决定当得第1名。到底是前世被拍出天价的画作，现在还有一位皇室公主署名，如今再拿第1，也在我的意料之中。”新玉金娇地扬着下巴，得意洋洋地看了我一眼。有人意有所指道：“新玉公主的画胸怀天下，不像有些人还在那里鸡鸣狗盗，妄图抄袭不成，死不认错，实在难看。”沈明艳抿着的嘴唇略略放松了下来，似乎松了一口气。可紧接着，沈明艳就看到了第2名、第3名、第4名、第10名。一幅画的是锦绣宫廷，山河大好；一幅画的是哀鸿遍野，血流成河；一幅画的是大漠孤烟，长河落日。从第2名到第10名，无论是笔触还是构图，都如行云流水，自成一派。署名皆是温怀素。现场鸦雀无声，沈明艳平静的面容彻底绷不住了。经此一遭，我的才名彻底打响了，比前世还要响亮。我落座时，现场还是安静的，银针落地可闻。几位大家赞誉着我的画作。我这画技出于什么理由会想要抄袭它呢？众人心知肚明，眼神在新玉公主和沈明艳脸上打转。
沈明艳表情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太后娘娘听侍女耳语了几句，想来是给她汇报了之前的荒唐场面。她看了眼神躲闪的新玉公主一眼，便什么都清楚了。新玉公主受不了那么多人打量的目光，她气得一把推开沈明艳跑了。太后娘娘不可能不维护皇室颜面，她直接提议开始拍卖，算是将我被污蔑抄袭之事轻轻接过。我也没有再说什么，便是我不愿接过也没有办法。沈明艳抄的是我的前世之作，我无法拿出任何证据，但公道自在人心，我并没有受委屈。只是接下来的拍卖更加让我吃惊了，恶殍图依然被几位收藏画作的富商炒到了高价，眨眼便到了1000两白银。前世我的恶殍图最终以10000两白银成交，这辈子想来可能会更高。这可是向皇家表忠心献殷勤的好时机。可偏偏价格到了3000两白银后再无波动。我下意识看向一处角落，我还记得上一世那儿就坐着一位戴着兜帽的黑衣男子，他不仅着装奇怪，还用黑布遮脸，不过他出手极其阔绰，就是他将我的恶殍图一路喊到了10000两白银。我疑惑之时，新玉公主的恶殍图已被人以1200两白银拍走，轮到我的画了。就在这时，我身旁突然传来一似曾相识的声音，他说10000两。我的画作转瞬就被拍完，每一幅都是10000两。拍下之人就是我身边的黑衣男子。太后娘娘的目光意味深长，我忍不住看了他好几眼。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身躯有些僵硬，十分不自在。在拍完我的画作后，他就匆匆离场了，走得大步流星。我追了出去，不曾看到沈明艳紧紧盯着我的背影，我只顾着喊道：“这位公子，还请留步。”面前之人身形高大挺拔，一身黑衣包裹不住宽肩窄腰。他听到声音，不但没有停下，反而走得更快了些。他长腿一迈，我跑了2步都没有追上。哎呀！我轻轻扭了一下，摔倒在地上。黑衣人身形一顿，见此情形，我计上心头。我停下了原本想爬起来的动作，故意可怜道：“好疼呀！”黑衣人慌忙回身朝我走来，蹲下查看我的伤势。可他没有看到伤口，他只看到了我滴溜溜打量着他的眼眸，以及揶揄得逞的笑意。他顿时明白过来，眼中闪过一丝羞恼。他正要起身离开，就听我道：“上一次救了我的也是公子吧？”黑衣人眼瞳震了震，眼神中闪过惊慌。他沉默片刻，才压低了声音开口道：“是我又如何？”我感激道：“我一直想当面好好谢过公子的救命之恩，若没有公子，我可就要遭殃了。”他虽遮盖着下半张脸，可我却依然能透过露出的一点皮肤，看到他脸上顷刻蔓延开的红晕。我与他挨得不远，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喉结动了动，紧张地吞咽了一下口水。那你要怎么谢我？我笑了起来。我一笑，他好像又想要逃跑。情急之下，我一把拉住了他的兜帽，靠近了那双像小狗一样的眼睛，道：“你想要如何？”我闻到了他衣服上的熏香味儿，看到了他根根分明的睫毛飞快地颤了颤，枝头杏花飘落，落在他玄黑的衣袖上。下一刻，他猛然退开，将我差点推倒。他似乎是生气了，语气格外严肃：“温姑娘，据我所知，你已有婚约。”我慢悠悠地站起身，拍了拍裙摆上的尘土。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气息不匀，似乎在谴责我的轻浮。他暴露在外的皮肤却已红得彻彻底底，仿佛我是个戏耍了他的登徒子。可我不过是想叫他不要再这么偷偷摸摸了。毕竟，可王爷，据我所知，我的未婚夫就是你呀。当今天子有一位异母同胞的亲弟弟，可在多年前，那位尊贵的小王爷曾为了救下天子，给他挡了一刀。那刀贯穿了他下半张脸，几乎砍掉了他的头颅。最后虽保住了性命，却是毁容了。他后来深居简出，不再出现在人前。我回忆着前世与他的交际，很少。记忆中一闪而过的画面是我幼时进宫，听到有人在背后说他是丑八怪。我在花园里遇到了躲在假山洞里的男孩，我被那道狰狞的伤疤吓了一大跳。
他下意识想要逃跑，却被我一把拉住。我把我的小手帕送给了他，上面有我自己画的杏花。孩童的话总是那么直接，又那么伤人。我说，你可以用这个遮住下半张脸，这样就不吓人了。这怎么想也不像是他会喜欢我的原因。想来想去，可能是因为我们般配吧，都是高门大户里的两个异类，一个相貌丑陋，一个硬生生将自己熬成了老姑娘。自那次宴席之后，听闻新玉公主与沈明艳大吵了一架。新玉公主说，都怪沈明艳，让她颜面尽失。她气到头上，完全不顾及沈明艳的脸面，当着下人的面甩了沈明艳一巴掌。不过很快，两人就和好如初了。只是，许是命运弄人，也许是新玉公主年岁确实还小，欢喜来得快，走得也快。新科状元郎为她从树上拿下了风筝。春日迟迟，新玉公主心跳慢了一拍。这一幕恰被沈明艳撞见。前世，新玉公主多次对沈明艳示爱，都被拒绝，得不到才最为骚动。这次她得到了，便也没那么放在心上了。沈明艳怒不可遏，她本就是活过了2辈子的人，一旦动怒，将新玉公主吓得差点当场哭出来。她跑回宫，居然求天子收回赐婚，不愿嫁了。朝令夕改，天子岂会答应？沈明艳也同新玉致了歉，说往后再也不会与他发火。他费了好大一番力气，才把这娇宠的小公主哄好了。与此同时，邀请我赴宴的帖子多了起来，还有当日的2位大家邀请我切磋交流画技。但神奇的是，居然求娶我的人也多了起来。我与永安王爷的婚事知道的人很少，我听着媒人说的天花乱坠。上门求娶的男子也道，温姑娘才华横溢，小生很是仰慕。她虽年纪大了些，但想来性子也更沉稳妥善。我家中还有些子侄，可以让温姑娘教导，以后我们的孩子。原来是想找位不需要出束修钱的夫子。他还没说完，就被父亲赶了出去。除了他，还有不少人登门。父亲虽然一个都看不上，但不耽误他扬眉吐气，到处炫耀。也就在这段日子，沈明艳又来了，但这一次我并不想见他，我让侍女回绝了他。他一连来了3次，我也拒绝了3次。可我没想到，他凭借着上一世的记忆，找到了离我院子最近的一处小门。他重金收买了进出小门的家丁，混了进来。看到他那一刻，望着那熟悉的眉眼，我的心情很是复杂。我与沈明艳相伴过一生，除了庙中那条红绢布，他没有半分错处。今生他却屡屡重伤于我，我那些可以忘却的记忆又再一次浮现在眼前。成亲第5年，他为了我一句想吃桃花糕，就连夜去了数十里外，找了做桃花糕最出名的铺子。成亲第10年，念念吵着要和我睡，我睡眠浅，却又舍不得拒绝念念，他便每夜都在念念睡熟后将我抱回卧房。成亲第15年，位高权重的沈大人还会为了给我寻古书，与比他小了好几个品阶的人陪笑弯腰。一切种种皆是美好的过往，我想不通原因，只知道我们已然缘尽，无需再见。此刻，沈明艳对我道：温姑娘，实不相瞒，那幅恶殍图是我为了新玉公主所作，那是我梦中所见之景，不知为何竟与你的话如此相似。新玉公主小孩心性，想要出一出风头，便叫我为她画了一幅，都是我的错，还请温姑娘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这理由似乎也说得通，但我不信。若一切都是他梦中所见，他为何能将我那幅恶殍图画得近乎一样？又为何能年纪轻轻在朝堂上翻云覆雨？记忆中苍老温暖的沈明艳逐渐褪去了色彩，唯余眼前这个意气风发却满目算计的年轻沈明艳。他把一切都推到了新玉公主身上。一梦浮生，人心已变，而他变了又变。沈明艳道：温姑娘，是我误会了你，不知我是否还有机会正式认识一下你。他表情小心翼翼，却藏不住眼底的胜券在握。他好像认定了我仍旧心悦于他。可惜，我不否认往昔，却也不再向往与他的明日。我不动声色地抹了把眼角释然的泪，笑道：不用再认识了，
早在前世，我们就已经相识了。庭院里静悄悄的，杏花开得自由烂漫，它从枝头缓缓飘落，避开了树下那前世今生来过无数次的公子。沈明燕看着我，张了张嘴唇，却没有发出声音。她似乎不敢相信，也不愿相信。她回忆着过往，细想着今生与我的交集。我静静地看着她，面色淡然。半晌，她终于开口，声音嘶哑，带着颤抖：“5年前，你出现在我面前之时，是不是已经……”我点了点头。沈明燕的面容骤然惨白。她意识到我一直在等她，可等了5年，等到的是她求娶公主的消息。她嘴唇颤抖，似乎还想说什么，却久久没有出声。我没什么耐心再和她聊下去。我唤来侍女送客，走前，我对她道：“祝你和新玉公主百年好合。”一直沉默的沈明燕突然情绪激动起来，她辩解道：“不是的，我对新玉公主并非男女之情，我只是愧疚于前世，明明有机会救下她，最后却让她客死异乡，我只是不忍心再见到这种结局。”我摇了摇头，只觉得好笑。她若与新玉公主成亲，新玉公主确实不用去和亲了，但只要两国关系还在，和亲公主也不过是换了一个吧？难道她要个个都娶？我并不赞同沈明燕，可我这番神情又让她误会了。她眼神中闪过欣喜，眼眸突然发亮，道：“怀素，你果然还是在乎我的。你不喜欢新玉公主的话，我往后不会再让她出现在你面前。我可以为你另外置办一个宅子，待时机成熟，我再为你求一个平妻之位。”我还没开口，侍女已经听不下去了，她暴跳如雷，道：“我家小姐已经有了顶顶好的未婚夫，沈大人你不要胡说八道。”沈明燕并不相信，她道：“你既然等了我5年，我不信你已经放弃我了。”她情绪激动起来，一把推开侍女，过来抓我的手。我连忙后退了几步。她见状也不生气：“上辈子我们举案齐眉，白头到老，前世今生，你在我心里都是最重要的人。心玉无论如何都不能越过你去，待和亲之事了解，确保他性命无虞，我就不会再理会他了。”我看着他，眼底没有一丝波澜。沈明燕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重来一世，我静静地看着他一路走来，早已明白了他的所思所想。他出身微寒，虽有一身才能，但最后位极人臣之时，他已到了不惑之年。年少时的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他从未感受过。他终究是自傲又不甘的，所以这辈子他仍旧选择走仕途，走自己最熟悉、最擅长的那条路。他要弥补前世的不甘，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爱情上。他前世有过我这个温婉有才华的妻子，这辈子又想试试刁蛮任性的小公主。什么为了救新玉公主的命，这种谎话骗骗自己就够了。他占了旁人的功绩，尝到了甜头，又带着新玉公主来占我的功绩。若非我还能拿出别的画作，早就名声尽毁，被钉在了耻辱柱上。他何曾考虑过我？他都是为了他自己啊！我转身离开。沈明燕还想说什么，已被闻讯而来的父亲和家丁拦住了。后来，沈明燕又来过几次，她不是空手来的，带着礼物，都是我前世欢喜的，但都被父亲带着家丁远远轰走了。她并不生气，反而淡定地对父亲说：“怀素等了我5年，她如今已20又1，嫁给我是她最好的选择。”气得父亲将扫把砸到了她头上。侍女想再强调一遍，我已有婚约，定下的是永安王爷家，可被父亲拦了下来。转头，父亲笑得奸诈，吩咐所有人不要再提这事，他要给沈明燕一个惊喜。惊喜的日子很快就到了，从不曾在朝堂露面的永安王带着浩浩荡荡的聘礼来了。他这些年从不涉足政事，投身于商场。天子出于愧疚和信任，也给了他许多便利，还把很多私产赠予了他。如今他说不上富可敌国，也算是富豪榜上有名，当然是化名，所以他出手才能这么阔绰。这当头一棒让沈明燕猛然惊醒。成亲前夜，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沈明燕。据说新玉公主听闻了近些日子沈明燕屡次来找我的事情，
他气得又进宫要求退婚了。天子颇为头疼，把沈明艳喊到了跟前，问他有没有这事。沈明艳说，来找我只是为了交流画技。经过上次比试一事，他对我的画技十分仰慕。他说得十分坦荡。天子看着他，不知是该信还是不该信。新玉公主哭闹不止，吵得他头疼。这时沈明艳才状似遗憾道，微臣行事确实不够周全，新玉公主值得最好的儿郎，我配不上她，陛下若是要解除婚约，微臣定然从命。他这话说的好像自己才是受委屈的那个。但天子管不了这么多了，他大松了一口气，顺势解除了婚约。沈明艳连夜跑来，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件事。回应他的是锁紧的温家大门。第二日，10里红妆，敲锣打鼓，我嫁给了永安王。说来好笑，他今日把自己的覆面换成红色，还挺应景。沈明艳被拦在人群外，不曾靠近我10丈之内，这倒是全了他往昔对我避之不及的意愿。我没有给他一个眼神，我忙着去洞房花烛。良辰好景，永安王掀开了我的盖头，而我摘下了他的覆面。那道狰狞的伤疤已随着岁月淡了许多，从他的下颌一路到了高挺的鼻梁，确实不怎么美观。红烛映着他深邃的五官，又显得像个玉面修罗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我忍不住轻轻抚摸，感受着手下的人颤抖不止。他抖个不停，抖着抖着，从怀里掉出了一方小小的帕子，帕子上画着一朵杏花。我微微怔愣，片刻后我展颜笑道，对了，夫君你叫什么名字？正文完。番外，许多年后，我和夫君还有我的女儿杏杏一起去了寺庙祈福。杏杏长得与念念很像，我告诉她，她其实有过一个姐姐，她深深记在了心里，买什么都要我多买一份，然后好好收起来，说这是给姐姐的。这次寺庙祈福，我上完香出来，正见她一字一句说着，让她的父亲写在红绢布上，念念姐姐，杏杏很想你，杏杏愿意把所有的幸福分你一半。不，爹爹你重写，一半太少了，我已经8岁了，比念念姐姐多幸福了8年，那我分她。夫君耐心的等他掰着手指算，抽空他还写了自己的那一份。我凑近瞧了一眼，很老套，就是愿我安康，一个字也没提自己。分明已经成亲10年，还有了个8岁的孩子，他偏偏还是容易脸红。在我的目光下，他连忙把红绢布系到了树上，然后回来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，继续陪杏杏想写什么。我望着参天古树，久违地想到了故人。沈明艳早些年死了，死在新玉公主去和亲前。新玉公主怪她退婚，冲动之下骑马撞了她，结果人没救回来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